Hello， 早上好，给你们看一下，诺诺昨天买的氧气瓶，我的天呐，这是多少瓶啊？20瓶，生怕在那里缺氧，我的天！我们这一次川西旅行是从成都出发，我们要先开到国道那一边，其实很快，化个妆就到了。我们现在在这个景区，等会就出发了。从国道开始，我们去第一个景点要差不多3个小时。其实我觉得沿途的风景也是非常值得欣赏的。开的过程中呢，海拔就会慢慢攀升。第一站我们要直接去贡嘎神山那边，这里有牛耶，小牛。我们在山脚下的这个地方堆了一会儿石头，其实慢慢到山顶的时候就会有一点点头晕。这个氧气瓶还挺好玩的。上神山的时候走的这个山路非常的陡峭，但是风景也是真的很好。走了一会儿山路之后，我们就到达了山顶，4200米海拔轻松拿下，只有轻微的头晕，有点像那种微醺的感觉，其他都还好，没有什么很严重的高反。但是我们那天去有点可惜，就是因为是阴天，然后那个雪山就是被云给遮住了。我们现在已经入住了，然后收拾一下，等会儿去吃这边本地的一个火锅。现在时间还是比较充裕，所以说我打算来洗个头。今天就是比较适应这边的海拔，所以说打算洗一下。然后今天洗头用的是这一套的达霏欣的洗发水，因为大家知道英国的水质会比较硬，所以说我日常会用一些防脱的洗发水，刚好这次就带过来，因为用习惯了。他们家这一款用的是新一代的7D 的防脱技术，就是把植物，比如说侧柏叶、姜根、何首乌等7种植物萃取出来的总黄酮灌进我们的发根里，让它吸收营养。这款洗发水是那种淡淡的木质香，所以说味道让我的心情非常的放松。吃饭后揉出泡沫，在头皮上用指腹按摩2到3分钟。洗完头之后，头皮超级清爽控油。这个我之前在英国已经用了一小段时间了，它其实用差不多4周就可以维稳自己的头发。如果小乖有遇到那种脱发，然后熬夜掉发这种情况的话，可以去试一下。早上好哟！我们起了一大早就前往礼堂那边。当当，我们礼堂的第一站是这个仁康古街。路过了一家超级漂亮的纪念品店，我觉得这跟之前去云南一样。好好看这逛。哎，这个好这个地方很牛，这个跟之前在大理有点像，这个很好吃，这样的。这个好萌，松果适合你这跳一组。这个还有个小松果，是这样吗？挑来挑去选了超级久，然后最后买了这一副。整体感觉是那种很低调，但是又很点睛的小饰品。这个古镇其实有很多那种很鲜艳的地方，可以边逛边拍。来川西的这几天，每天都是蓝天白云。出发下一站之前，我们来这里咖啡厅坐了一下，品尝一下当地的毛酸奶还有甜茶。我们前一天晚上在餐厅的时候喝了酥油茶，但是感觉其实不是很喝得惯。他们点了牦牛奶，这个要加非常多的白砂糖，不然超级酸。是的。然后这个是甜茶，甜茶其实就是甜奶茶。我们现在要爬到那个山顶。刚刚特别大的太阳，现在有一片云过来了，等这边云走了又是很大的太阳。经过一段长途跋涉，我们来到了礼堂的东山顶。它这里比较经典的地方就是这个很大的经幡，还有它独特的风景。因为站在这个山顶上，你是可以俯瞰整个礼堂。好可爱的小牛仔。我觉得人真的是要待在没有天花板的地方，
所有的高原反应，还有长途的奔波疲惫，在看到如此震撼的美景之后，直接就是烟消云散了。也是在这里拍出了很多好看的照片还有视频。完全美的，看得到，很会拍的。你都没有放到镜头前，他的最爱，来尝一下。哎呦呦，我要一块小块的。拿再尝的。哇，这个没有很甜的，很香哎。这样子。作为一个很喜欢吃面食的人，我觉得这个青稞饼真的很好吃，也很推荐小乖尝试一下这里的牦牛肉火锅汤。吃饱之后出发下一站。即使我如果要在车上睡一觉，或者平时午睡，都会摘美瞳的，不用担心我哟。我们现在要买一点补给，因为我们今天的酒店在山上，到时候就买不到了。买点水果吧，挑选一下，买一点当宵夜，还有火鸡面。买好了，稻城的物价会比其他地方高一些。看我们多了多少氧气瓶，3大袋。下一站是我们的稻城亚丁。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就已经激动起来了。虽然被乌云盖住了，但是还是能隐约看见的雪山。我们这次住的民宿刚好就在山里面，所以说明天去徒步就会很方便。这家民宿风景真的特别好。看一下我们的房间，其实还有个更大的，但当时已经租完了。这边一过来是一个浴室，不是一个洗手台。然后这里有小浴缸，这一边就是能直接看风景，就是这样子。天慢慢暗下来之后，也是非常的浪漫，是独属于稻城的静谧感。大家6小只比夜当中最尊重镜头的一集了。晚上我们大家就是在房间里一起玩阿瓦隆，玩到特别晚，真的超级开心。那么今天的川西第1期 vlog 就到这里结束啦，希望小乖们天天开心，好好吃饭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